起鸡皮疙瘩哎，太漂亮了，完全不想离开。我们在马丘比丘遇到台湾人。日本朋友。No no no DJI。这边有一只羊驼。好啦，今天是第4天。今天第4天。现在时间大概是6点半。然后我们今天报了1日游的行程，要去一个叫做圣谷 （Sacred Valley） 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是介于马丘比丘跟库斯科之间，就是古时候那个印加文化的人民生活的地方。中间会沿途靠好几个，大概2、3个景点吧，有圣谷啊，然后还有一个盐田，然后还会体验，可能会去看他们当地这些织品怎么制作的。OK，let's go。好，那我们现在在等我们的 tour 的车，这边一早就很多台这种宾士的箱型车，各家的那个 tour 都会在这边等，然后都会跟你约你的饭店门口或是附近。我们要出发啦，上车了。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For those people who don't know my name,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My name is Julio, and of course, I'm your today's tour guide. Welcome to this beautiful tour called Super Sacred Valley, Sacred Valley. 6000多公海拔6000多公尺。 My friends, you can see some beautiful textiles right here around. And good for the altitude. It's an Andean meat. Bien, it's a natural sapolite of the road. Aquí en los Andes, recuerden que las ovejas, como las alpacas. 好，那刚刚主要就是在讲解他们在用这个植物可以让这个羊驼的毛染色。那刚刚比较酷的部分是，他拿这个仙人掌表面的一些东西沾水，跟这些不同的原料做结合，跟这些原料做结合的话，就会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就可能变红色啊，或者变橘色。他们在古时候就会用这些颜料来涂抹在脸上啊，化妆。然后他刚刚是用这个类似根茎植物的东西磨它，变成很像旋铺这样可以洗这个羊驼毛。好，那讲解这些羊驼毛的制作过程之后呢，当然就是进店啦，可以逛逛，看你有没有需要买什么东西。像这种有写 Baby Alpaca 的话，它的价格会比较贵，因为它的毛会比较柔、比较软，比成年的话还要来穿起来还要更舒服。好，那我们第一站就是这个 Chinchero。然后我们参观了一下他们平常是怎么样把就是羊驼的毛啊清洗后染色，然后制作成毛衣啊、毯子啊这样子，蛮特别的，很厉害耶。这行程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进店了。进店了，来看一下你买了什么。会中这个金店圈号的观光客。我买了一个超可爱的毛衣，它是成年的羊驼。对，成年羊驼，成年羊驼比较便宜啦，小孩羊驼比较贵，几千块哦，4000、5000块。有3成年的就好。我刚刚买了门票，那这个门票呢，其实就是 for 4个景点啦，就是我们现在的 Chinchero， 跟等一下要去的 Moray 跟 Ollantaytambo。那费用的话，一个大人是70soles。They were made by Incas. Wow. Incas consider, my dear friends, to that Rocky Mountain. 整片山头都是阶梯式的石墙，以前到底怎么建造的啊？那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也是类似农产品的贩卖所。导游说这个叫做圣水，然后它是反正它可以帮助高山症的症状缓解，然后是用吸的，看起来类似精油。As deep as you can. Smell it as deep as you can. 嗯哼，这样很香，很刺。As deep as you can. 那边看起来有水管，所以应该是排水设施，以防它积水。好，那这边也是另外一个这个 Moray 的一个构造，也是这样一圈一圈用梯田的方式建筑而成。站在 Moray， 然后刚稍微查了一下它的讲解，它这边呢，它就是真的是印加文明时期的时候，他们建了这个梯，选了这个区域，还相较其他点来说特别的 windy， 然后就风比较大了，风比较大一些，所以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不同的农业种植的测试。然后这个梯田呢，他是说石头就是每个梯田的中间的温度有可能会差到15度，所以他们可以利用不同的温差来种植不同的植物来测试怎么样比较适合这个农作物。
然后还有啊，Enorme, no lo sabemos. Lo cierto y lo concreto es kind of surprise because when they taste it, they feel that it contains salt. So that's why they decided to channelize. 现在在盐田这边，然后刚刚根据导游的解说啊，就是我们刚刚过来之前有看到一些35度的泉水，然后是当时他们发现说这泉水喝起来有一点咸咸的这样他们就发现就是居然里面可能会有盐，然后后来他们就依照这个泉水建造了这些盐田嘛，然后它的盐田里面就是它是一个 container 的感觉，然后它的深度只有20公分，因为他们希望可以每3到5天就可以沥出一个晒出盐这样子。然后他们说，秘鲁这边4到10月是官方的干季，然后在干季的时候，他们才会来这边工作。那来工作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会把这些盐，好像每个人会背50公斤的盐，把它背到后面那边的仓库去做清洗跟制造，很壮观哎。今天刚好是3月31，就是最后一天的。wet season， 所以明天开始就会有人在这边工作。哦，所以今天没有人。对啊，今天没有人。好酷哦，超酷的，超壮观，一整片山都是。这里好像就是他们那个盐的储藏室，一包一包的。现在到了我们的中餐时间，然后那个tour guide带我们来了一间餐厅，那我们就吃个饭，稍作休息。看起来是吃 buffet 啦，然后我们夹完了蛮多秘鲁菜的东西。突然发现青菜好少。我是有一些饭啊，然后好像有牛肉咖喱之类的东西。好，我们现在来到了 Ollantaytambo， 这边也是以前那个印加人的一个遗迹啦，生活遗迹。过去呢是因为有战争或者说生病，所以他们这个城市只建造到一半，他们就离开这个地方了，但还剩下有一点点。哦，大家有看到前面这个石头吗？每一颗导游说是50吨到70吨，然后呢，这边的石头是从对面那座山上的石头这样搬过来。据导游的说法是，他们如果从那边推下山石头是可以从那边推下山，然后到这座山头上的时候呢，是做了一个假的斜坡，把它推上来。刚刚导游说那边那个角度也是有一个很像人脸的。有点像太阳神人脸的样子，因为刚好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太阳会从那个脸这边照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逛完这个 Ollantaytambo 这边，哇 ，Tambo 再次被这个古时候的那个印加人的这种建筑的技术真惊艳到，太夸张了。我觉得今天逛下来所有的点，我最喜欢这个。对，而且它是整个村，就是整个建筑，虽然它这个地方只建到一半的。但它的规模也是很大，然后它真的是会蛮震撼，因为你就是在3个山的中间，3个山谷的中间，真的很厉害，很可怕。OK， 我们逛完这个 Ollantaytambo 了，那现在我们的行程呢，就要从 Ollantaytambo 自己坐火车到热水镇，那我们明天才会再前往马丘比丘。要等去热水镇的火车，我们搭的是 Inca Rail。它这个火车系统感觉它规划的蛮好的，很高级的。因为这边观光真的是蛮发达的，老实讲。因为它就只有观光业。对，没错。然后等一下会按 ABCD 叫号，然后会有人带路上。对，会有穿着很有印加风格的员工带我们上车。那趁这个时候来讲一下今天这个 One Day Tour 的感想好了。今天这个 One Day Tour 我们一个人的话大约会是台币的1000块，然后才1000啊，哇，好便宜哦。它包含了全程的车子跟导览，然后午餐buffet午餐，4个著名的景点，但是有去3个啦，因为我本来就可以买只有3个。但是有另外2个门票是要盐田的门票是一个人20艘，然后4个景点那个是70艘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后面就快在900多块啦，所以这可能快2000啊，对，2000多块。可是我觉得就是整体，因为你就不用烦恼交通，蛮轻松的。那你也有英文讲解，对，真的能了解当地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是蛮值得来的。哇，这个上车的仪式会不会太隆重啊？
还放音乐啊！这上车好像还蛮欢乐的哦。这是我们的火车，等下就要搭这一台到热水镇。前面的车型比较高级，但也费用也比较贵。那我们是后面这个比较一般的。这个上车呢是要看你的定位资料跟护照，核对身份。这个超好，它就是你是什么车型，你就会有一个小领队。对，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小领队。好嗨哦！上个火车也可以这么嗨。Gracias。这个车厢也是很棒哎，超高级的。上面还有那个天窗。哇，我们买的是比较便宜的，就这么高级的。不知道那种更贵的是什么模式。终于抵达热水镇了。马丘比丘山脚下的一个小镇。哇，那夜晚的山真的看起来肃然起敬。我们现在在热水镇，结果我打个光哦，现在有点可怕，因为现在整个热水镇都超暗，不知道为什么。而且超多人在路上走，可是大家都是暗的。大家都是暗的。整个城市，你看我不打光哦，看不到吧？完全看不到我们吧？这是什么概念啊？都没有灯呢，是停电吗？太诡异了。我们现在要去我们的旅馆，先去 check in， 给大家看一下，真的没有灯哦，只有前面这边小小微弱的灯光。整个热水镇似乎停电，餐厅都点蜡烛，真的是因为整个热水镇都停电。不过有一种氛围感。哎，有电了！哇！突然有电！哇！突然有电了，我刚刚还以为这边是什么鬼城呢，吓死了！有这种观光小镇。热水镇的广场有一个太阳神像。这才是热水镇正常晚上该有的样貌。我们刚刚那个大停电真的吓死了，这样子才是好不好？哎，乌来老街的感觉。好，我们在热水镇吃完晚餐，那因为我们都实在太累了，那我们就直接明天马丘比丘见。大家早。早安。现在是第几天啊？第4天吗？还是第5天？第5天的早上，我们终于要去马丘比丘了。现在就是在等那个从热水镇搭公车要去马丘比丘的巴士。然后它每15分钟一班，我们现在目测前面应该有100个人，一堆人在排队了，超多人。接下来就是要前往马丘比丘的巴士。排队的同时，那个公车的查票人员跟马丘比丘入场的查票人员都会来查票。把票都查好了，然后巴士的话，我们是上一个叫做 Get Your Guide 的 App 上面买的，然后要出示护照。整个流程都规划得很好。上巴士了，要坐30分钟的车程才会抵达马丘比丘的入口。现在到了马丘比丘的入口，现在排队入场。就是呢，马丘比丘它有3条路线，就是1、2、3，然后2是最热门的，2通常都要可能1到2个月以前就要买，然后我们买票的时候就是卖完，只剩3，所以我们就买了3是最冷门的路线，然后是要爬山，然后对 Wana Picchu 啦，对，下面那一层。但是呢，结果3号线今天刚好关，对 Wana Picchu 没办法走，对，然后他就把我们换到 Circle 2， 就是最热门的那个。对，就是可以看到更多整个遗址，对，它可以直接近距离的看。对，然后也可以拍到那个什么一些风景照这样子，就是经典的那个 landscape 的那一种角度。然后他刚刚还那个检票口还问我们说：“你愿意吗？”对，我们巴不得。好 ，OK， 那我们就开始参观吧。哇，现在整个山都有这个云雾缭绕的感觉，云雾缭绕的感觉。哇，超美！好伟大的地方哦，起鸡皮疙瘩哎！
这边有一只羊驼。据说这个马丘比丘是一个耶鲁大学的教授，他要寻找另外一个印加的遗迹，但是有个村民，这附近村民跟他说，其实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古城，然后他们才发现这个马丘比丘这个地方。最右边那边有看到一圈一圈的梯田，那个梯田的话，就是当时印加人用来种植农作物，防止土壤流失的建筑奇迹。然后中间那边有一些草地的空地，那些是他们以前主要的广场，用来公共仪式或者是集会。然后有个坑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坑看起来很像那种，可能就是要引火这样子。我们在马丘比丘遇到台湾人，他在美国念书。然后这是他同学。日本朋友。No，DJI。DJI. They're videoing like trying to say that we meet Taiwanese and Japanese here in Machu Picchu. Okay. 太漂亮了，完全不想离开。好壮观的地方。逛是从比较高处看整个马丘比丘的这个遗迹。那我们现在准备要来走进来看一下这边当时的这个样貌，这样他们这些建筑的样貌。好，我们现在要准备进入这些遗迹当中。哇，大家有看到吗？那个很像梯田的建筑方式，他们当时这么斜的坡到底怎么盖的？真的是很伟大。我们刚刚的话就是在那个上面，然后往下拍。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走下来，进到整个遗迹里面做参观。马丘比丘这边也是战略要点，所以就会有类似这种孔，它会盖这种孔可以监测外面的状况。这边的石头又不一样了，比较大块。在这么多个山里面，选了这座山上面建了一个这址。大家看到这边上面有屋顶，推测是以前储存粮仓的地方，因为它里面比较阴凉。借我拍一下。耶！我们遇到台湾人跟日本人。好，我们现在又回到了伦敦了。刚刚从马丘比丘又坐巴士下来，讲一下感想吧。觉得这算是荣登我就是去过的国家里面最喜欢的一个景点，就是它又富含了历史文化。然后又有践行的成分在，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我觉得这是此生一定要来。我觉得如果有能力、有时间，真的一定要来，因为真的是会蛮震撼的，真的很震撼。他们以前那种时期到底怎么样用这些石头建造出这些城市，经理会受到影响。我自己啦，就觉得哇，好厉害，好伟大的一个建筑，对，很伟大一个建筑，遗址，真的非常棒，真的非常推荐。如果真的能够来，就此生一定要来一次来。我可能会想要再来第二次。哦，我可能，因为我们这一次可能是因为是坐车嘛，都坐火车跟坐巴士上去。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种tour是徒步上去。那如果我还有时间也有金钱的话，我会想要尝试徒步上去。那这个马丘比丘这一 part 就到这边喽，拜拜。